京烤鸭这个赛道的天花板很多，但是有这么一家店，非常的离谱啊。不是说它不好，就是你吃鸭子还给你发一张身份证，它上面可以看到这个鸭子从出生到被送上桌的一生，也可能是半生。哇，好温馨啊！今天是和烤鸭兄弟一起来吃 Apex， 兄弟就应该是兄弟啊，而不是不兄弟。不管是在什么节日，那行，那就走吧，让我们去吧。店里的氛围非常的商务，西装革履的店员像是要去开早会。前菜我们先来一个黑蒜老疙汤，这听起来非常黑暗，它是甜甜的、鲜鲜的味道，它很像在日本喝的那种鹿肉汤的禽类版，但鸽子肉特别的柴，主要还是得看烤鸭。它那个鸭子从炉子里面拎出来的时候，就疯狂的在流水，而且他家还是用果木烤的。现在已经没几家店这样做了。我其实特别喜欢看师傅片鸭，特别解压，可能还是个单鸭。片下去的时候里面没有那种白色的油，可能因为它肥瘦刚刚好，鸭皮的厚度也刚好合适。第一块我们用鸭皮蘸了一点甜面酱，用饼皮包着，它那个鸭皮就是又脆又爆油的那种，很像鸭油渣的感觉，真甜。它那个皮儿里面的油，他家的饼皮其实特别的薄，如果你裹上鸭皮和鸭肉，就能吃到又酥又脆的感觉，入口即化的同时又能吃到鸭肉的精瘦醇香，而且饼皮也很有韧劲儿，每一次嚼下去都会有新鲜的油水爆出来。如果你不蘸酱，仔细嚼一下还能尝到一点点果木的香味，它吃起来就是海绵的味道。好像每家烤鸭店都会有乾隆白菜这道菜，看上去简简单单一盘大白菜，但是在芝麻酱的加持下，就是脆嫩爽口又开胃。在吃鱼子酱烤鸭之前，先来试一下这个鱼子酱溏心鹌鹑蛋。别的不说，先说它这个分量，特别的像日料的分量，吃起来是一股淡淡的烟熏味。然后这个鱼子酱好像是因为他不想让烤鸭误会，两个人根本不沾边儿，就你刚尝到味儿，它就已经吞下去了。当我们要上第二只烤鸭的时候，服务员跟我们说，因为油脂太高，所以烤失败了，让我们再等一下。要求真高啊！不过确实他们家的烤鸭很好吃，特别是那个鸭腿肉蘸白糖。因为腿上的鸭皮特别薄，所以入口之后特别的脆，就是满口的鸭肉香。烟熏牛舌哎，刚吃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咸，但是你多嚼几下，当牛舌的油脂香味压过烟熏味的时候，就会觉得特别美妙。吃惯了日本的就这个好好吃啊！它是用牛舌根切的丁，所以吃起来还有点杏鲍菇的口感。然后就是这个菜了，168一口，这个真的非常夸张。它这个摆盘也非常欧式，鸭胸的皮盛着鱼子酱，被下面的馒头片托住。它入口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，就是你刚好能吃到咸香味的临界点，有一种油而不腻但是鲜而不咸的感觉，很好吃。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宣传多主。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肥肠，处理的太干净了。但是他们家这个黑松露虾球真的非常的好吃，它有一种淡淡的巧克力榛果的味道，特别是那个颗粒状的黑松露，贼入味儿，很便宜。接着是烧羊腩，羊膻味比较凶，可能因为羊肉选的比较肥，但我就喜欢这种。羊腩的皮已经烤成脆壳了，里面的肉还是很嫩。他们家羊肉都特别的骚。但这种冻鹅肝我其实一直不太能理解，因为它嚼起来真的很像在嚼一坨黄油。所以我对这个餐店的评价是，他家的烤鸭我真的非常推荐。烤鸭的单价也不算贵，但他们家别的菜卖的真的很贵，所以4季民福约不上位子就来这儿吧。阿杰推荐指数8.5分。我终于还是咬牙买了这个，我到今天才拿到这个10万日元的补助，折合人民币6500块。哎，所以今天终于可以吃点好的了。进门我们就先来一个刺身拼盘，不愧是高级寿司店，这种一次性筷子的造型都这么奇怪。我们还是先来尝一下前菜，海参油豆腐，是一种爽口的甜味儿。再来试一试拼盘里的鲍鱼，这个鲍鱼也是生的哦，我才知道原来生鲍鱼是这么的脆，而且我感觉这种鲜美的味道其实比煮的还要好吃。薄切的鲷鱼还是那么美味，只用蘸一丁点酱油就好了。三文鱼的话，我喜欢多蘸一点酱油，再加一点芥末，这样就可以盖过三文鱼的油腻。蟹腿肉也上来了，哇塞，你看这个肉有多少，终于不是假的蟹肉了。别的刺身吃完之后，我们就吃主菜吧。这么大个海螺里面的肉只有一点点，我也是服了。烤鱼的味道也不错，外焦里嫩。但我最爱的主菜还是和牛。吃完之后，寿司拼盘也来了，海胆寿司永远都是最好吃的。不过这个虾嘛，我就不吃了。最后又一碗鳗鱼汤收尾，满足了。大块的鳗鱼和香菇一起炖，真的太妙了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又到了每年大家扎堆过生的这个11月，请问大家都是约好在这个时候出生吗？真的很烦。还有比挑礼物更烦的事吗？然后更奇怪的是，我这个朋友还是个模特，所以我就不能送一些非常土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送手办肯定是行不通的了。和诺诺讨论了一下，要不就送墨镜吧。这个好好笑哦。这个可能有点过了吧。我们再去书店看看，这有很多可爱的贺卡和画，但这个有点太小女生了吧？而且这个画真的超级贵，惊了。然后更奇葩的是，旁边还有卖50刀的，请问谁会买50刀啊？买50刀来干嘛呀？不过还好，我们最后想到了一个东西，特别适合送男生。Hello。那送礼大危机也算是顺利搞定，所以你们会送男生什么生日礼物呢？卡玩意儿！今天是我正式来日本1年了，然后就想着来了这么久都还没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哎，其实我也很简单，就是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家庭，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电视台实习，存了一些钱之后就想辞职来日本继续学电影，一共存了12万人民币过来。但是在交了1年的学费还有房租的头金之后，我没有剩什么，然后就开始马上打工，1个小时1100日元，大概人民币70块钱，做过便利店，送过外卖，还帮别人拍过视频。那个时候就和普通留学生完全一样，然后就这样过了3个月的样子，觉得这样下去还是不行。
行。打工虽然能够勉强活下去，但是这个和我来日本的初衷完全不同，而且其实这样的收入根本交不起第2年的学费，所以我就试着向各个公司投了简历，然后开始了面试。不过很巧的是，因为拍抖音的原因，给一些日本公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所以就真的是运气太好了，有3家公司给了我机会。最后我选了一家小姐姐最有眼缘的公司吧，之后就被迫退学了，剩下的学费也没有退。再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，虽然吧还是没什么钱，但是收入也算还看得过去。明年如果房价不涨的话，也准备买个小房子自己住了。总之我想说的是，出国留学其实是我到现在为止做过最正确的选择之一，因为我发现如果你不走到另一个圈子去，你很难知道自己原来离梦想可以那么近。然后最后其实我最想说的是，做视频这大半年来，真的不是我成就了自己，而是正在看这条视频的你们。其实你们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对我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，现在粉丝也破100万了，我是真的太爱你们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我也要去继续探店了，爱你们，卡哇伊儿。你们现在看到我戴这个口罩，就知道我今天要去看什么电影了，是吧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日本沉默跟大头鬼灭之刃。然后我去网上查了一下，鬼灭电影上映的10天，现在票房已经破了100亿，已经刷新了日本的历史票房记录，甚至还有可能会超过《千与千寻》。然后现在电影院一片盛况，全是鬼灭的周边，各种各样的文件夹、手机壳、杂志，各种人物的钥匙扣，还有勺子，是不是只要印一个 logo 就可以卖呀？我来看看它卖多少钱，880，这个钱也太好赚了吧！而且大部分的商品已经卖光了，现在只剩下一些像是零钱包呀、鼠标垫或者人偶这样的周边了，而且价格还不便宜，像这样一个贴纸都要卖30块，就是太贵了。买好可乐和吃的，我们就准备进场吧。日本很多店员会卖这种彩虹棒，今天我们也买一根试一下，味道特别甜，还会掉一地的糖粉，就当我帮你们踩雷了吧。然后现在只要看电影就会送一本小册子，是讲大哥成为岩柱之前的故事，作画还是一如既往的良心。那我们一会儿见。看完了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一定要备好纸巾，1包勉强，2包哭爽。妈，剧情我就不说了，只能说大哥最后这场打斗真的是太屌了，这推荐指数10分，卡哇伊儿。嘿嘿，今天这轮一餐可不简单，今天是被邀请来了一场名媛聚会，虽然我也不知道去了干什么，但是主办方说有很多好吃的，嘿，我就想起了我妈告诉我那句话，免费的饭就是最香的饭，所以我这不就来了嘛。这是我们的新朋友，干干，我的师傅也来了 ，Rich People， 今天感觉来了很多熟人，不过我越看越奇怪，今天全场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的，妈，不过无所谓了，这是一个富婆美容仪的体验会，现在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型博主见面会，反正我是过来吃东西的，不过难得的机会还是体验一下富婆的玩具是什么样子。这就会场的甜点我也都帮你们吃过了，不愧是富婆的生活，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富婆可以看穿我的逞强。其实在日本这样的新品发布会还是有很多的，结束之后还有一顿丰富的晚餐，这是一家意餐，其实意餐大家应该都懂，虽然好吃还是好吃，但就是你吃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。前菜大多是鱼和蔬菜，第一道主菜是奶油焗饭，奶香的米饭配上酥脆的鱼排，这个非常高级。第2道主菜就是牛排了，5分熟真的巨好吃，里面的汁水非常多，咬下去外面是焦焦的口感，然后汁水一下子爆发在你的口腔里面，再配上一些酱汁和芝士土豆泥，我又好了。最后的甜品是奶油布丁，可能这个摆盘就要值100块吧，甜而不腻。你看这个像不像你摇晃的肚皮？今天也是快乐的一天，我爱富婆，卡哇伊儿。天哪，这家店我是真的爱了，这么远跑过来也值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非常的想吃炸鸡，所以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日本最好吃的炸鸡在哪儿，然后我发现了很多答案都指向了一个地方，名古屋。我住在东京，名古屋离我大概有400公里，是真的远。但作为一个美食博主，跨越半个日本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说是迟那是快，下午我们就到名古屋了，我们就直奔这家店吧。招牌上就写了换只鸡翅，我看你今天能有多换。菜单都是手绘风格，店里面也都是一些鸡翅的海报，筷子的包装上面还画了鸡翅的吃法。吃鸡翅怎么能没有快乐水？我点了一份原味和一份加辣版，它这种干炸鸡的皮特别的薄脆，搭配上日本的山椒粉和辣椒粉，吃了一口真的很难停下来。这种炸鸡翅好像是用低温慢炸，炸了很久才炸出来的，特别是鸡肉里面的汁水和外面的孜然粉混在一块之后，这个味道真的是太神仙了。一个人来吃的话，再加一碗炒饭，一份怀旧小香肠，这顿饭美滋滋。不过我就很纳闷了，为什么名古屋炸鸡这么好吃，女生还这么的瘦？而且我有个在这儿工作的朋友还告诉我，名古屋还有一家店，他们家的冰淇淋是零糖低卡，我吃再多也不会胖。来都来了，那肯定得试一试，就是这个了，味道酸酸甜甜，感觉还挺解腻。服务员跟我说这里面添加了 K1 植物益生菌，是益生菌中的战神，而且他们还把螺旋藻玩出了新花样。代餐棒和果冻里面也添加了60多种维生素和植物纤维，可以调节肠胃，预防便秘。里面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还可以减少油脂的吸收。稍等一下，那如果这样算的话，我今天吃的炸鸡45就相当于没吃，非常划算，卡玩意儿。